看我们长期以来录了这么多摄影师的这样一些系列节目啊，这里面可能最多的就是美国摄影师了，比如说早期的沃凯文斯、罗伯特·弗兰克这种公路旅行式的一种摄影，包括到后来影响到了史蒂芬·肖尔、罗伯特·亚当斯、新地形，包括威廉·埃克斯顿新彩色摄影。那今天呢，其实向大家介绍一位集大成、非常厉害的摄影家——乔尔·斯特恩菲尔德。乔尔·斯特恩菲尔德呢，是1944年出生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呢，学的是艺术史。他其实对古典的一些绘画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和接触。之后呢，随着60年代美国彩色摄影开始抬头的时候，街头摄影的方式，包括快照的方式，大量的涌现出来的时候呢，乔尔他也是拿起了相机呢，实践了这种新的彩色摄影和街头摄影的这样一些尝试吧。他第一个发布出来的叫 Happy Anniversary Sweet Face， 在这里面呢，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到那个时候是拿着一个135相机游走于纽约街头去捕捉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呢，他还受到了色彩理论研究者 Joseph Arbus 的影响，他开始思考色彩对于摄影意味着什么。他早期的风格更像是一种尝试和 warm up， 刚刚开始热身就已经拍成这样了。对呀。他早期的摄影都是这种。第二个叫 Next Head，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公路摄影，就可能他是去 Next Head 做一个旅行啊，或者度假呀，他顺手就把这个地方的一些特征、地貌、人文，他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就囊括在里面了，而且形式也是非常自由的。其实就还是要放在一个时代背景下，在他这个阶段，相当于彩色摄影的大门刚刚被这帮人推开。我现在这个语境下，彩色摄影到底有什么意义，不需要讨论了。但是放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他们其实是一批很先锋、很实验的这种艺术家。第三个呢叫 Rush Hour，Rush Hour 他是回到了纽约，会观察到早上起来这种通勤族。纽约本身也是一个非常繁忙、非常商务的这样一个城市，那么他就拍了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 Rush Hour 里边的表现。其中呢，他也有列举过几张，比如说像这张照片，可能就吸引他的时候就是这个色彩，绿色、黄色的这种色彩的关系。他在列举的时候也对比了一下 Joseph Arbus 的一些东西。Joseph Arbus 就是这样，然后他会把一些色彩的互动关系、对比也好、和谐也好，甚至有一些跳跃啊、突变啊这种关系交代的非常清楚。乔尔呢，他可能就很理性的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把这种色彩理论慢慢的变成自己的一种创作手法。他前面所有这些早期作品呢，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对美国社会的一种社会观察。之后呢，就是他职业生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在1978年的时候，他申请到了古根海姆基金的奖项。据他说，古根海姆那个时候奖金大概是1万多美金嘛，再加上他当时的工资，他当时是在院校里面任教，就教摄影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薪水呢，大概加起来可能就是2万多美金吧。他说这个就是支撑我去拍美国前景 American Prospects 所有的 budget。他说我就带着这样一个梦想就踏上了这个旅程。他这个拍摄实际上持续时间跨度很长，他是从1978年一直持续到1983年，差不多有5年的时间。这个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一生也只有那么1次2次的机会。他说我也不想把这个机会浪费在135上面，于是他就在那个时候转向了大画幅。大画幅的这种操作啊，有点像绘画这个行为，就很像支了个画架在那儿。它并不是一种及时的欢愉或者一种冲动让你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资金的限制，它其实每天可能只有2到3张底片的这样一个预算。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呢，他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有很具体的事情，也有他思想上、逻辑上的一些思考。我们之前讲，比如说罗伯特·弗兰克的这种公路摄影，他是从美国东部一直穿到西部，就这样横穿了一条线。小尔也是，就转了个圈，但是他呢又增加了一个什么维度？他增加了一个季节的维度在里面。他要从秋天新英格兰地区，然后开始出发，到冬天的时候他要往南走，走到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到春天的时候呢，他又转到美国的中西部，就德州这一块去拍。夏天呢，他又会跑到加州和落基山脉那一带去捕捉阳光充足的那样一个环境。就这些东西是在他脑子里面有一些印象，或者这种印象是大多数人对于某些地理特征明显的美国地区的一种深刻的印象。据他自己说了，四季的这种转换呢，也预示着美国的一些繁荣衰败。这个 Prospects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前景，也可以翻译成一种展望。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它是 Prospects， 就是它是有多个前景的，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前景。它其实也就是这本画册想展示给大家看的一个东西，就是美国有好的可能，有坏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出现在这里面。首先第一印象和前面早期作品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甚至让我感觉有点置景摄影的那种意思在。杰夫·沃受到他的影响非常的深，包括古斯基。阿莱克索斯甚至说，如果没
没有《美国前景》这本影集，就不会有《眠于密西西比河》。乔尔在做这本画册，为什么说他这么厉害？就是一个集大成者。这本影集呢，可以讲就是给了后面这些摄影师挑战绘画的一个信心。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他的这些东西不单单像一个影集，每一张的作品感非常非常的强。虽然在地理上来讲，它也是一种公路摄影，但是乔尔在这本影集里面呢，他回避掉了之前所有公路摄影所出现的一些元素。对于色彩，对于内容的选择，它是一个综合体，它把它放到一起以后，就让你感觉到是有一种绘画的感觉。它把色彩控制在2到3个这样的范围之内，让它画面就有一种很强烈的视觉效果。包括其实他受到荷兰早期的画家布鲁盖尔的一些影响，布鲁盖尔就画了很多那种所谓的世界画，有人、有景致、有事件，这3个重要的因素大概也是布鲁盖尔画里面所体现了。这个东西就被乔尔从绘画抽离出来，然后放进了他的摄影作品里面。典型的公路摄影，你是跟着作者一起在路上的那种感觉，但是在他这本东西来说，就是把你放到一个一个的剧场里面，就他的作品很有戏剧性，很有剧场感。他就是一个社会剧场，也脱离不了他学艺术史出身的这样一个关系。他可能在看待很多问题的时候都有一种史学观，他看到的是一个除事件之外更多的连带关系。站在这个地方，这个人和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偷偷的躲在后面？他是跟小孩玩捉迷藏，还是说真的有坏人，还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坏人？你会产生无限的这样的问题。他要放在整个历史环境下，那个年代在那个地区，它的经济的发展的面貌什么样的，当地人的这种风俗什么样的，他其实都想通过一张照片去囊括在里面。他有谈到过2个绘画对他摄影的一个影响，一个是这个布鲁盖尔，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有一个叫哈德逊河风景画派。你看那个色调、层次、对色彩的管理、对宏大景致的这样一种描述，乔尔非常聪明的地方，他把他欣赏的、喜欢的这些东西变成了自己的这种语言，然后在自己的艺术实践的媒介里面不断的完善和打磨这个东西。这张也是被反复介绍过的一个作品。你看远处房子在着火嘛，这边有一个消防员他在买南瓜，这样一看这个画面是非常有戏剧冲突的。实际的情况是后面是消防演习，是可控的一个事情，并不是一个突发状况。但是通过这个画面呢，你确实就会看出一些矛盾的这种戏剧张力在里面。你去想想 Jeff Wall 的很多作品，他也是很巧妙的会利用一些这样的关系。当然乔尔这些东西呢，他可能没有过多的安排，他自己也有提到过，在做这个摄影的时候运气也是蛮重要的。有一张作品很典型啊，当时是刚好发完大洪水，把这片路基全部都冲垮了。乍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中间这段吸引，你再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还有一辆汽车。那他自己在讲，我在拍摄这个时候呢，他在广播里面听到有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呢，灾难发生了以后，车什么都上不去了。他跟消防队员说了他来拍这个事情的一个意图，消防队员直接就把他拎上车了，开消防车把他带到了现场，然后就机缘巧合的嘛，他就来到这个地方。他说有时候也是需要靠一些运气的。你能体会到那种天时地利人和，在他的照片里面，这辆车陷入的那个位置，后面远山的走势，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包括刚才那个南瓜的，你要说这个后面什么演习啦、熄火啊，这可能都还好说，关键前景这些烂南瓜，这南瓜碎的也太完美了吧！所以这就是造成了这种错觉，就是他照片又有纪实的感觉，但是又像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他就是剖析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让你引发了很多这种对美国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和社会剧场的这样一种思考。但是他最后呢，又给了一个这样的，就是一个美国青年，好像是刚来到一个地方，怀揣着一种美国梦之类的这种感觉，又带着那种很傻很乐观的微笑。这张照片和他前面的所有的作品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他前面体现的所有东西，有一些是灾难，有一些是痛苦。他自己讲过，就是我所有的拍摄项目都是关于美国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一种思考。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是个影史上的经典啊？而且这个东西我们再往后看他后边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老头厉害在哪里？他现在的作品就非常具有当代性。在他这个成名作发表了之后呢，他就做了一本相册，叫《The Countryside of Ancient Roma》，就是他去了罗马，去拍摄了这种断壁残垣的罗马城邦。你会想象不到以前的城墙有这么大，你看小汽车就这么小。所以从这些画面，包括这种建筑的体量啊，你能感觉出来，当年罗马这个文明啊是非常非常的辉煌。他在做这本拍摄的时候，他想传递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再伟大的文明，它也有没落的时候。这本相册之后呢，就有了一本更著名一些的，叫《On the Site》。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叫在现场。他每一个照片
片呢，捕捉了美国具有争议的一些新闻事件、历史事件，他用照片的方式去再现了一些东西，引起别人思考和怀念。封面第一张，这是美国的那个总统山嘛，我看了他那些文字啊，总统山这片地区呢，最早是美国把它给了原住民作为他们的保留地使用的，后来在这片地上发现了黄金，这下就不得了了，国会直接就强行的从原住民手里面把这片地给收回来了。后来慢慢这个地方又为了带动当地的旅游，就做了这样一个总统山。这个山对于原住民来说是一个神山，结果就雕成了总统山。到现在这帮原住民还是在跟美国政府打这个官司。他在描述的时候，他也没有添油加醋，就非常客观，把事实罗列一下，像那种报告文学。包括这个地方，你乍一看这不就是个普通的风景吗？但是他这个照片说了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二战期间，美国把当时很多日裔美国人集中收押到了西部的一个荒凉的地方。其实它反映的特定那个历史时代发生的一些社会的事件、社会的议题，到今天为止也存在在美国社会当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把照片的作用其实已经拓展了。这本完了之后呢，下一本就是我认为比较重要也比较精彩的一本《Stranger Passing》。这个《Stranger Passing》呢，跨度其实很大，我觉得有很多也可能是他在公路旅行的时候拍了一些照片，但是他把它重新编辑起来了。《Stranger Passing》这本影集，我就感觉是像以人作为载体的一个美国前景，也是他筛选过的一些社会样本。这里面就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不同种族、不同信仰，又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这样一个社会调研。这不就是彩色版的奥古斯特·桑德吗？对对对，有点这种感觉。他从东到西，从北到南，采集着一些这样的社会样本，而且这些样本其实都很典型。你比如说亚裔的同胞很忙啊，手里面拿个电话，随时都要谈生意啊。这个纽约的这个女孩也是，纽约就是很商务、很繁忙，美国人都有一种野心，她腿都断了，然后她还要去参加一个商务会谈，那只脚还要穿着一个高跟鞋，身上还要穿着礼服，就是你能联想到很多这种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造就出来不一样的人。这本呢，其实名气挺大的。这本叫 Walking the High Line， 纽约高线，当时就是被废弃了嘛，杂草丛生，然后自生自灭的那种状态。他觉得这种风景需要有人去呈现给大家，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最早就美国黄石公园嘛，一开始里面到底啥样不知道，后来有一些摄影师就跑去黄石公园拍照，带回来一些很精彩的照片，国家才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这样一块地方，立马就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国家公园。他说他在拍这个高架线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他希望把这个风景拍下来，就大家看不到这些东西。平时下面这本是我很喜欢的一本，这本就叫 Sweet Earth， 在美国的乌托邦实验。美国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这种乌托邦式的小社区，比如说一小撮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景，他们按照一定的社区规则生活在一起。这种生态房子叫 Earthship， 最早是由美国一个叫 Michael 的这样一个建筑师做出来的，他就做这种很生态，把玻璃面比较多的这个面呢冲向了有太阳的地方，后面呢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较厚的这种土墙或者其他的堆砌物，保证它一定的隔温和保温的这样一个效果。它有的社区呢是健在的，现在也运行的非常健康，但是有一些社区呢也就衰败了，有可能是管理者、组织者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时代的原因。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它的这个画册每一张后面都是有一个它的故事和一个背景介绍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乔尔的官网去看，他所有作品都是对观众开放的。我觉得到这个阶段，乔尔的所有作品还是有他之前那种风格的一些延续，但是再往后呢，他的东西开始变得更加的当代一些了。他把他之前对色彩、对古典绘画、对宏大叙事、对那种寓言式的画面安排都去掉，我不要这些技术上的瑕疵，我就直击那个目的。这本相册的主题就叫 When It Changed， 当它改变的时候。它这个是一个能源气候大会，各国代表都在参与这个事情，有的人是在担忧，有的人无奈，有的人惊恐。这哪一年？手机能拍照了吗？有可能，就是你感觉到好像后边很多作品是 digital， 就算换了一个工作方式，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和胶片是一样的。你觉得乔尔他不会调色吗？那可能就是他做这些实践的前提就变了，他并不是说想表现我对摄影这个艺术的理解是什么样，我就是以我这个摄影家的身份展示一个社会问题，我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他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拓宽这个摄影的边界，他从最早只是用快照到大画幅很庄严的一种摄影，再到给历史事件加标注，然后再到关注现在的一些世界议题。乔尔我觉得他是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升级，然后他走到了这一步，而不是说我一上来就拍这个。那你说现在去找一些拍 event 的摄影师拍出来，可能也是这样啊！不，你这个要讲究。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可能对于画面反而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东西了，所有的关注点都是在于作品关注的一些议题上面。他又回到罗马去拍了一个，就叫《罗马之后的罗马》。我其实一开始也很好奇，就是他为什么会跑去罗马拍了2次啊？其实美国的这个共和制度还有法律体系呢，包括国家扩张的这种逻辑啊，都是对于古罗马的一种传承。它里面还掺杂了一些，就好像是美国文化一些反向输出。美国可能就代表了一种现代的文明，新的这种文明对老的文明的一种侵蚀和破坏。这本名字叫 History in Pictures， 它这个就和在现场非常的像，但是它现在这个东西又紧贴现在的时代。乔尔就脱离了美国，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都是跟美国发生关系的，或者有美国的一些文化输出在影响着他们。这张呢是在秘鲁，远处这条河呢是亚马逊河，美国亚马逊公司嘛，向管网络那个机构去申请，他们要用亚马逊作为一个后缀，因为这个域名是一个全球化的东西。当他提出这个方案之后呢，所有亚马逊河经流的这些国家就提出了集体的反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些争议事件，他就把它放到一个讨论的范畴里面，然后他配一个他的这种摄影作品。这个是砖，他说砖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最早的旧约圣经里边就有提到过，那个时候呢就是去奴役以色列人，就让他们不停的做砖，给他们派这样一个非常重的劳力。那现在这个砖头呢是来自于印度的，他说叫印度的血砖，就是印度肯定也有一些低种姓的这样人，也被压迫着去用非常低廉的这种劳动成本制作这样一些砖头，换取他们的生存条件。你觉得社会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发展？我们还是用乔尔自己说的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他所有作品这样一个核心啊。他说 All of my work has been about ideas of utopia and dystopia。 我所有的作品呢都是关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这些讨论。 I think that's what gives America interest。 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美国它看上去非常的有趣。 It's many things all at once。 你在这个社会看到所有的复杂的问题全部都一下呈现在你面前。 It's such a complicated society。 这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不光是美国，其实现在整个全球都是这样。不过美国的社会形态发展的可能更早一些，就是它暴露出来的问题显现出来一些东西可能也更明显。这个老头啊，他是一个建筑师，而且这个人还师从过赖特。他盖了一个项目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他这个建筑项目现在还在进行，已经持续35年了。可能有一些志愿者呀、驻地的艺术家呀，来帮他一起打造，就用一些水泥在现场的浇筑啊这种方式去构建一个梦想家园。他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他有特别强调，他希望家里边的阳台、公共场所、整个路线都能让人产生一种广泛的社交，看上去非常未来主义，而且也有很典型的这种乌托邦式的那种审美在里面。